从你先来到我来挡光，一场不喧哗的光合作用。有人说，白露与橙意的铜矿是两种温度互相照耀的过程，它像清晨的第一束光，轻快明净；它像夜色里的一颗定星，克制沉稳。当你先来的礼让与我来挡光的守护不断出现，人们忽然发现，原来真正动人的并不在喧闹的宣言，而在彼此默契里那些不必解释的动作。镜头里，他们把情绪推到最亮；镜头外，他们把分寸收得刚好。于是讨论从磕不磕悄悄升级为他们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耐看，因为每一次配合都像一场小型的美学实验，不抢不急不炫耀，却让你无法移开视线。有人统计某个瞬间甜在第几秒，可更精确的答案也许是甜不在秒数，而在呼吸之间。破译吻戏背后，真正让心跳对齐的是停顿与呼吸。那场让话题破译的吻戏，记忆点并不在贴近的那一刻，而在贴近之前的刹那空气。程毅先用眼神放慢时间，像在薄冰上试探，脚步几乎无声。白露则把聪慧与脆弱的微妙摆幅藏在眼睫的颤动里，像是要退，也像是准备勇敢一步。镜头没有急切推进，台词突然收束，剩下的是可以听见的呼吸与心跳。衣襟被攥紧的角度，下颌线轻轻抬落的幅度，肩背曲线在靠近与撤回之间微不可察的起伏，每一次回放都能抓到新细节，于是观众一次次把自己的脉搏与角色校准。真正的破译是细节的复利，看似重复，其实每一遍都更新了你的理解。台前唐分学风度是把光让给对方，同台的每个瞬间，礼仪成为最有说服力的糖。白露入场，程毅自然让半步，把更上镜的角度交出去，提问若显锋利，他先接住并化解，再把焦点引回创作。合影时，他的手始终停在礼貌距离的安全线，既保护也不越界。白露也在同步回应，夸赞对搭档的同时，他总能补上一句我们都在为角色打磨，把掌声平均分配。传麦克风，换站位，对视的时长与落点，构成台前唐分学的3要素：彼此看见，彼此成全，彼此成就。原来好感可以不靠暧昧堆砌，而靠体面与尊重慢慢生长。台下藏糖树、雨伞、纸巾与一句你先来。后台与路演是观察关系温度的显微镜。雨忽然落下，伞却只撑半边，程毅下意识把伞向白露那侧倾去。签名台前排队拥挤，他侧身替他挡住刺目的闪光。白露察觉他嗓音略哑，悄悄把自己的温水递过去，还用眼神提醒慢一点。助理忙乱时，他把台本移到他臂弯下，让出一只手，高跟鞋踩在不稳的地毯上，他轻拍他手背，别担心，我可以。这些细小的互助并不张扬，却像秘密的针脚，把关系缝出一种耐久的纹理。所谓你先来，不是口头顺位，而是在琐碎里一次次把对方放进优先级。分寸的艺术，把暧昧期待融进专业相处。成熟的荧幕搭档，懂得把情绪停在该停的地方。镜头内，他们把情感开到最大；镜头外，他们把界限收得合宜。被问到是否更亲近时，他们不推诿默契，却把答案落回角色需要。必要的铜矿从不淹没内容，宣传也不越过作品，让观众把讨论焦点放在表演，而不是猜测。分寸不是冷漠，而是让路给作品；不是拒绝，而是让对话更有层次。等你明白克制也是一种热烈，你就会看到他们的默契不是消耗品，而是雕刻刀。风格互补，清冷与明朗，拼出耐看的层次。程毅善于在寡言里放出商意，把破碎感演得极轻，像薄雾。白露擅长把聪慧与明亮托在角色的心口上，不甜腻，却有光。一个负责力度，一个负责温度，一个是线条的锋利，一个是色彩的通透。于是同一场对手戏既有骨也有肉，对峙时有硬度，和解时有韧性，悲伤不过火，欢喜不浮夸。粉丝愿意2刷3刷，因为你可以在他的睫毛间读到自白，在他的指尖里看到成长，也可以在两人呼吸同频中看到一种新的古装叙事美学，含蓄而不含糊，优雅却不疏离。争议即课题，把质疑练成自证。走到聚光灯下，争议难免。
从选角审美的拉扯，到播出前后对造型与气质的不同意见，他们没有急于辩解，而是用角色完成长短板互补。白鹿把病弱与灵气的矛盾调和成易碎的锋芒，让温柔里有骨；程毅把华贵与清冷的可能冲突转译成压抑的温柔，让内敛里有温度。一次次细节累积，把质疑转换成证据，镜头说服人，比话术更稳。所谓自证，不是喊口号，而是在每一帧里端出依据。荧幕之外的双向加成，当人设成为可被信任的气质。作品越多，公众图谱越清楚，白鹿像万人迷视的明朗，程毅像耐看型的匠心。这些标签不是空降的宣传语，而是长期自我要求的沉淀。他们让合作伸向更多维度，生活方式、美学主张、青年议题、公益方向，即便不点名，你也能看见市场的偏爱。更迷人的是双向加成，当他需要一种坚定的温柔来背书，当他需要一份可靠的品质做支撑，观众会不自觉把他们在荧幕里的气质映射到现实选择里。信任就是这样被慢慢养成的。镜和新样态，亦友亦敌，彼此成就。同路难免对比，对比不必火药味。宣传期互不踩线，节点时互相祝福，舆论起伏，一个稳住节拍，一个迅速修正，合起来像双剑合璧，锋利各半，合力倍增。这样的竞合关系为行业提供另一种可能，头部不困于零和，而以良性竞争抬升内容质量与观众门槛。观众得到更好的作品，平台方得到更长的口碑曲线，艺人获得更耐久的被看见。粉丝文化升级，从科点经济到理智同盟。越来越多的受众把追星理解为守护创作的土壤。同框发声，他们做秩序的守望者，拒绝跟拍与打扰，拒绝过度解读，话题发酵，他们以数据与礼貌回应情绪化攻击。白鹿与程毅的粉圈里常见的一幕是把夸赞落到演得好，人物饱满，把应援落到好好看片段，好好看剧。理智同盟让科点从短促的尖叫变成长期的陪伴，让爱意从我喜欢你们在一起进化为我愿意看你们把戏演好。粉丝越成熟，舞台就越纯净。负面舆论的应对术，沉默的重量与作品发声。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解释很廉价，克制很昂贵。面对流言，他们选择在该出现时出现，在该避让时避让。适时放出幕后花絮，节目录制点滴，问答互动，把讨论从人身引回作品。等情绪潮水退去，留下的往往是更不会说谎的东西，画面、台词、调度、节奏。久而久之，观众形成了条件反射，先看作品，再谈评判。沉默不是不作为，而是把话语权交给更坚固的证据。向更高山走去，挑战文本，重塑当代古装气质。当他们触碰更硬核的文本，群像叙事、复杂价值与更高语言门槛，难度直线上升。白鹿在纤弱与清醒之间找平衡，让泪眼里有理性，让笑意里有重量。程毅在克制与温热之间开阀门，让少年感不幼稚，让成熟感不至重。他们试图回答一个大问题：古装的当代性是什么？或许是以美学守住古意，以情感拥抱当下，把人物写成今天仍能共情的人。关系信号清单，看得见也学得会，互相成全，让位，递话筒，平分聚光，把作品优先写进公共场合。相互守护，拥挤时侧身挡光，状态不佳时互相提醒，把安全感当作彼此责任。分寸得当，有边界的亲近，更体面的距离，在暧昧与克制之间选择专业的浪漫。同频成长，他在明朗里添一寸定力，他在冷冽里添一分温度，承认并修补短板。竞合共赢，必要时竞争，更多时并肩，是对手，也是同行，是镜子，也是砥砺。这份清单没有标准答案，却给出可验证的路径。关系不是说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观众看见了，于是相信。给正在追光的你，把科点练成底气。第一条，在专业里谈浪漫，把喜欢化成做好一件事的耐心，喜欢就会长出牙齿，能护你，也能护你在乎的人。第二条，在分寸里谈热烈，真正的热烈不会摧毁边界，反而把边界点亮，
让靠近更有尊严，让退后也有温度。第3条，在长期里谈胜负。快赢很容易，久赢很稀缺。把每一次掌声当起点，把每一次失误当底稿。白鹿与程一的故事，不只是荧幕情侣感的样本，更是每个普通人可参考的成长脚本。眼里有光，脚下有路，心中有尺。你若也在追光，就把今天的心动变成明天的耐心。当双剑合璧成为行业范式，当他们持续用作品说话，双剑合璧不再只是浪漫隐喻，而是一种可复制的行业方法论。同赛道彼此砥砺，于不同风格中求最大公约数，同框时呈现绵密配合，分开时保持体面竞争。这样的范式能促成更好的内容，更成熟的观众，更健康的生态。若干年后回望这个破译节点，我们也许不会只记得某一次对视与某一场吻，而会记得它如何改写了我们对古装之美的想象，对关系之真的理解。那是一种从礼仪到审美，从分寸到信任的长期营造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这些细腻而有分寸的互动打动，欢迎点赞支持，订阅关注后续更新，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白鹿与程一之间哪一个瞬间最让你停不下来？你更偏爱他们的哪一面？清冷的克制，还是明朗的热烈？你的每一次评论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好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